大家好，我是带着你拿着话筒打了赛偏偏。最近有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，叫《孟买酒店》，它被称为1读版911，豆瓣评分8.4，是近期难得的高分佳作。今天偏偏就带大家进入孟买酒店，来一次惨烈的窒息之旅。电影一开场就是一群小伙子在恒河上坐船驶向孟买，他们每个人都戴个耳机，耳机那边有个大哥在碎碎念，在叨叨个没完的碎碎念里，小伙子们背着书包下了船，无缝衔接上了出租车，看着他们像是来旅游的，去的地方都是各种游客爱去的地方，比如咖啡馆，还有就是孟买最大的酒店泰姬陵酒店。这帮小伙往泰姬陵酒店赶时，酒店里的金牌服务员头巾哥正在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，抱着孩子出门时，头巾哥正在袋里的皮鞋掉了一只。穿过杂乱的街道，头巾哥把孩子交付给了孩儿他妈，孩儿他妈挺着大肚子，还想和头巾哥聊会儿，但是头巾哥作为金牌服务员，上班可不能迟到。那边也在赶路的小伙子们，耳机里的碎碎念还没停，听这意思，他们是分成了好几组人，好像有什么特别行动。去火车站的那组最先动手，火车站里人山人海，两位小伙子背着书包进了公厕，他们在书包里掏出来的竟然是2把冲锋枪和几枚手榴弹。厕所里的人都没有意识到死亡的降临，小伙子们把帽子反戴，从容不迫地走出了厕所大门。看来这帮小伙来孟买不是来旅游的，而是来杀人的。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泰姬陵酒店。还茫然不知一切的头巾哥骑着电动车风驰电掣的赶到了酒店，总算没迟到。但因为出门时把皮鞋弄掉一只，头巾哥只能穿着凉鞋上班，这让严要求的厨师长很生气。好在金牌服务员还能卖个面子，厨师长办公室里还有双备用鞋，好不容易套上了厨师长的小鞋。头巾哥背后的电视机里出现了火车站遭受恐袭的新闻。这俩在火车站杀完人就跑的小伙，半路上直接抢了一辆警车。在电视后续的新闻报道里，他们一路逃窜，一路开枪，猖狂至极。他们开着车要去哪儿呢？是不是要直奔泰姬陵酒店？此刻的酒店里，厨师长正在给员工们上课。他告诉所有人，在咱们酒店，顾客是绝对的上帝。酒店外正巧有2位预定了房间的上帝正在一家餐馆吃饭，吃完了和服务员结账时，突然就有子弹飞了过来，紧接着地上又滚来了一颗手榴弹。硝烟中，2位枪手举枪进店，开始了无差别屠杀。趁着枪手去柜台杀人，一对情侣弯腰跑了出来。他们和惊慌的路人们一起跑到了泰姬陵酒店门口。本着人道主义精神，酒店敞开了大门，但走入酒店的不仅是被吓坏了的路人，还有4名戴着耳机的枪手。他们2个在2楼，2个在1楼大厅。酒店里的客人都不知灾祸将至，吃饭的吃饭，撩妹的撩妹，还有撂下孩子在浴室洗澡的小保姆。那这情侣在前台办理入住时，再一次经历了突然有人开枪的惊吓，楼上楼下一起射击，大厅里瞬间死上一片。正在餐厅服务的头巾哥毕竟是金牌服务员，反应很迅速，让大家赶紧关灯躺在桌底。幸运的是，那对情侣又躲过了枪击。在男友的指挥下，亚裔姑娘想要跑向客房，但这次她被枪手看到了，几枪之后生死未卜。大厅清理完毕，4个枪手开始上楼去客房。躲在前台的2个妹子鼓起勇气给每间客房打电话，让他们千万不要开门。但枪手的速度比电话还快。另一间客房里，刚洗完澡的小保姆听见门外有人敲门，她一边接电话一边要去开门。电话是餐厅的孩子爸妈打的，电话那头让小保姆千万别开门。但在孩子的哭声里，小保姆听力不畅。门外不是枪手，而是一个被枪手追杀的老奶奶。她几乎2话不说就躲进了卫生间。这时楼道的枪声响起，小保姆才明白发生了大事，也抱着孩子躲进了衣柜。2名枪手追着老人进了屋，小保姆怀里的孩子这时要是突然哇哇大哭，又像是一起人间惨剧。2位枪手绕来绕去，先是找到了厕所里的老人，杀完老人后，枪手还对卫生间里的马桶产生了兴趣。可想而知，这帮枪手其实都是贫困地区的苦孩子。俩苦孩子在屋里流连忘返时，耳机里传来了老大哥的指令，他让枪手们往1楼大厅再扔几颗手榴弹。于是枪手们转身出了门，小保姆和孩子这才暂时躲过一劫。通过手机得知孩子没事，而他爸要冒险上去救人，他一身蓝衣，就叫他蓝爸爸吧。蓝爸爸出餐厅大门，就看到了一个路人也逃到了大厅。这位路人之死为蓝爸爸争取到了机会。这时酒店大门就在身后，蓝爸爸只要一转身就可以逃出酒店。但为了孩子，他还是选择冲进电梯。孩子和小保姆在4楼，还没到时，枪手在3楼按亮了电梯。这下要狭路相逢了，蓝爸爸只能躲进电梯内的餐车后。枪手后来是来时没吃饭，看到了餐厅上的披萨，勾起了馋虫，也就忽略了查看。到了4楼，蓝爸爸闪身进了客房，快了追击的枪手一步。枪手看4楼没人，还以为蓝爸爸去了别的楼层。进了屋，蓝爸爸确认孩子平安，心里的大石算是落了地。此时在酒店外面，孟买警方已经到达，但因为警力和装备有限，他们得等特种部队赶到才能进酒店。可特种部队远在德里，从德里赶到孟买，坐特快列车都得将近18个小时。那时枪手们早把酒店拆了，为了更早一步救人，当地警方决定组成一个6人小队，冒险进入酒店。首先要攻占的地方是可以同拦酒店全局的监控室。酒店的
的工作人员也想救人。厨师长发现员工通道还未被枪手发现，这个通道可以直达隐蔽的贵宾酒吧。他决定让大家尽量出去找顾客，然后将他们带到贵宾酒吧躲避。在顾客就是上帝的理念下，酒店大多数的员工都跟着厨师长行动起来。在餐厅的头巾哥也接到了厨师长的指示，带着餐厅的客人跑到了员工通道。他们要是再晚一步，就会被大厅询问的枪手逮到。进了贵宾酒吧之后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警方6人组此刻也进了酒店，他们刚进大厅，就被2楼的枪手瞄准了。硝烟过后，6人组现在只剩下2个人，这还能救谁？贵宾酒吧那边，厨师长通过联系警署，获知了特种部队短时间内赶不到的坏消息。酒吧里的游客们在焦虑的等待中快要崩溃了。一位老太太就因为酒吧里有个印度少妇打电话，犯起被迫害妄想症。这个印度少妇正是蓝爸爸的老婆，也就是蓝妈妈。正在蓝妈妈面对质疑不知所措时，幸亏冒出个壮汉为她解了围。看蓝妈妈有人帮，老太太又去苛责头巾哥。她和酒店管家说，头巾哥的头巾让她联想到恐怖分子，该把那个头巾解下来放一边。为了安抚老人，头巾哥拿出手机给他看了自己的老婆孩子，并告诉老人自己脑袋上的头巾象征着尊严和勇气，摘下它会给自己的家族蒙羞。老人看着头巾哥怔怔的双眼，终于意识到自己有点太疑神疑鬼了，非常惭愧。但一直没人来救援，待在贵宾酒吧的游客早晚还得闹事。重新占领大厅的枪手们正在继续将事态升级，他们逼着前台姑娘们打电话，让剩下的访客们开门。门一开，蹲在门口的另外几个枪手就大肆屠杀，这算是间接杀人。在打下一个电话前，前台姑娘稍一犹豫，竟然就被枪手一枪爆头。另外一个姑娘还没反应过来，也成为了枪下之鬼。但总算还有逃出升天的幸存者。有酒店员工带着一拨人敲开了贵宾酒吧的门，这些幸存者里，刚才那位生死未卜的亚裔姑娘竟然奇迹生还，只是身上受了重伤。正巧酒吧里有一位医生，在查开了姑娘的伤势后，他强烈建议伤者必须送往医院，不然就会因胸腔出血而死。危急时刻，又是金牌服务员头巾哥挺身而出，要把姑娘送出酒店。但这位姑娘伤势太重，走了几步就倒在了楼梯间。医生刚才给她包扎的伤口也渗出了血。为了止血，头巾哥解下了象征荣耀的头巾，帮姑娘再次扎紧伤口。之前那2名没被炸死的警察此时也出现在楼梯间，他们想知道监控室在哪里。已经神志不清的受伤姑娘以为赶到的警察是坏人，竟然自己冒险跑出了员工通道。杀死姑娘的枪手俯身检查尸体时，看到了从客房跑出来的蓝爸爸。他正要带着孩子和小保姆去贵宾酒吧和蓝妈妈会合。被发现后，蓝爸爸让小保姆和孩子躲起来，他还没来得及找地方藏，就被枪手俘虏。根据耳尖那边的大哥指示，外国人不能随便杀，要留作人质。于是枪手带着蓝爸爸离开，而躲在柜子里的小保姆发现柜子门打不开了，孩子也闷得直哭，想通过手机通知蓝妈妈找人救援时，小保姆的手机却突然没电。这个时候能救小保姆的实际上就只有2个有枪的警察，他们却让头巾哥带路去了监控室。监控室里空无一人，通过监控看到酒店死伤惨重后，2位警察只能打电话求援，但上头告诉他们没有多余警力再进酒店了，就等着特种部队赶到吧。这2名警察难道只能守在监控室待命吗？镜头一转，贵宾酒吧突然响起了敲门声，门外的人自称是警方。厨师长很谨慎，先打电话给警局熟人确认了一下，确实有警察进入酒店。这时门外的人拿着警员证自报家门，厨师长电话里一核对，确信门外的就是前来救援的警察，这就要打开贵宾酒吧的大门。但身处监控室的头巾哥看到了站在酒吧门外的是枪手，他急切的给厨师长打电话，但一直占线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电话终于打通了。监控室里面对如此危机，2名只有6发子弹的真警察面面相觑。监控里的枪手已经在抱着雕像砸门，2位警察咬着牙决定冲出去解决这场危机。头巾哥被安排留守监控室，2位警察不敢大喘气，小步赶到贵宾酒吧门口，还没来得及开枪，枪手的同伙们也冒出了头。眼看3个人就要扔手雷炸门，警察们一狠心一跺脚，终于对着敌人开了枪。混战中，警察的手枪不敌人家的机枪，被打到了楼梯间。枪手们忙着追击，暂时忽略了贵宾酒吧。因为警察受了伤，他们直接从酒店后门跑了出去。枪手们也有一位挂了彩，这位挂了彩的枪手没办法再出去杀人，便负责看护被当作人质的蓝爸爸。他趁其他枪手不在，给家乡的老父亲打了个电话，让他们做枪手的大哥都到了这个时候，还是没有按照约定给家里打钱。枪手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，痛哭流涕。同样在哭的还有被困在酒吧的蓝妈妈，因为念子心切，她已经写好了遗书，将生死置之度外，要走出酒吧去找丈夫和孩子。蓝妈妈决定要走，之前接她姐妹的壮汉也要跟着。他们俩带动了另外几位游客，大家都不想坐以待毙，认为那帮枪手一定还会回来。下楼时，蓝妈妈执意要去客房找孩子，而不是逃向大门。壮汉作为护花使者，只好护送着蓝妈妈向客房走去。但是还没走2步，身后逃往大门的游客们就被袭击了。客房这边也有枪手把守，壮汉和蓝妈妈也被俘虏了，他们被押解着进了屋。此时屋里除了蓝爸爸，还有几个被绑票的外国游客。根据大哥耳机里的提示，他们最后都将会在窗户前被枪手们当众爆头。在恐惧中，蓝爸爸没敢和妻子相认。枪手看着俘虏们在脚下颤抖，一副高高在上的得意模样。但其实这帮枪手只有酒店的这波还在逍遥法外。袭击火车站的2个枪手在逃亡的路上已被警方和现场群众捉住，其中一个侥幸活下来的，面对警方幕后黑手是谁的质问，什么都不肯透露，只说带头大哥和他说了自己过的苦都是
是因为城里人霸占了他们的机会，所以要杀光城里人。整整1夜过去了，酒店里的枪手们开始放火，警方依旧只在酒店外不停开炮，等待着不知在何处的特种部队。放完了火，枪手们回到屋里，开始拷问这些人质。在折腾壮汉时，枪手们看到了他身上的蛮横纹身，觉得这兄弟背景不一般。壮汉看起来也特别莽，双手双脚被束缚，就启用了唾沫攻击。枪手们怒火攻心，眼看就要把壮汉打死。电话那边却传来了带头大哥的声音，他已经查到了壮汉的身份，原来他是前苏联的特种兵军官。大哥说先甭理这帮人质，根据线报，特种部队快赶到酒店了，你们快进行下一步，把酒店炸了，甭管什么军官都得给你们陪葬。于是枪手们出去布置炸药，依旧留下受伤的兄弟看家。因为爆炸，客房里幸存的游客都跑了出来。监控室里的头巾哥看到枪手们是在追杀逃跑的游客，他也坐不住了，冲出监控室要去救人。头巾哥用生命在奔跑，终于赶在枪手追到游客前，带着大家逃向了隐秘通道。一直躲在柜子里的小保姆和孩子也被救了出来。头巾哥把大家都带到了贵宾酒吧，酒吧里又来了这么多人，外面不是火就是爆炸，所有游客都不知所措。其中一位游客竟然打电话给酒店外直播的媒体，说我们100多人被困在贵宾酒吧，快来救我们。这导致在外面的带头大哥也通过看电视获取了这个消息，他马上叫枪手们快赶到酒吧，把这100多个人头收走。在枪手们向酒吧疾驰时，看着人质的那位小哥可能因为失血过多，好像歪着头睡着了。趁此机会，男爸爸挣脱开了手腕上的毛巾，刚要站起来，就被醒来的枪手一枪放倒。这时他的耳机传来同伴的声音，贵宾酒吧游客太多，他也得拿着枪赶过去屠杀。在动身前，这位枪手要顺带手把人质也全都灭口，拖着伤腿，枪手一个个的解决掉了人质。壮汉见状暴起，撕咬着枪手的伤腿，在极度的痛苦中，枪手打死了壮汉。现在屋里只剩下蓝爸爸和蓝妈妈，枪手毫不犹豫的给了蓝爸爸一枪。轮到蓝妈妈时，他用枪手们熟知的祷告词祷告起来，突然发现人质里竟然还有自己的同胞。枪手握枪的手在迟疑。凭借仅存的一点点良知，枪手放过了蓝妈妈。在枪手走后，蓝妈妈挣脱了绳索，开始寻找逃生之路。与此同时，因为泄露了藏身所在，贵宾酒吧的游客们也动了起来。可因为人数众多，人员还没有撤离干净，枪手们已经进了酒吧。关键时刻，酒店工作人员们堵上了最后一道门，为逃生争取了时间。但跑在后面的那些游客还是被枪手撵上，惊叫声中又有人被子弹击穿。眼看又是一场血腥洗礼要上演，迟迟未到的特种部队终于出现了。在特种部队的护送下，头巾哥、厨师长、小保姆和孩子都逃了出来。因为酒店内的大火，蓝妈妈被困到楼道中，难道她就要这样被活活熏死吗？其实蓝妈妈也不必惊慌了，这个时候酒店内部已经被特种部队完全占领了。特种部队火力十足，先是把因腿伤而神志恍惚的枪手当做了活靶子，然后又将另外2名枪手逼到了绝境。他们打到机枪没子弹，换了手枪，手枪也快没子弹时，他们被特种部队炸成了碎片，枪手们都被消灭了，蓝妈妈也被放了出来。她和抱着孩子的小保姆重逢，俩人都激动的嘴唇颤抖。头巾哥骑着自己的电动车，也走在了回家的路上。这条路早上时还稀松平常，但现在就像是天堂之路。到了家门口，头巾哥看到正在给孩子洗澡的妻子，终于绷不住，流下了劫后余生的泪水。孟买酒店根据真实事件改编。2008年11月，印度的5星级酒店泰姬玛哈酒店遭到恐怖分子袭击。在地狱般的浩劫中，酒店的工作人员没有全部撤出，那些留下来的英雄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守护着酒店顾客的安全。恐袭事件被扑灭后，为了缅怀这些勇敢的工作人员，泰姬玛哈酒店门口出现了一座祭奠他们的纪念碑，每天都有很多民众在此献花。21个月后，泰姬玛哈酒店重新开业，当时被困酒店的很多游客又重新回到这里，出席了盛大的再开业庆典。虽然这起恐怖袭击彰显了印度人民的勇敢，但印度当地警方在处理这起恐袭事件时表现出来的昏庸，引起了印度民众的大规模抗议。如此严重的恐怖袭击，警方竟然固执的坚持要等特种部队到达，明显是缺乏如何对付暴恐分子的训练。而地方警力和装备的不足，也是恐袭事件迅速扩大的诱因。和电影里表现的一致，这起袭击是有计划、有预谋的。泰姬玛哈酒店只是恐袭目标之一，还有火车站、餐厅等多个地方受到袭击。即便是特种部队出马，也用了3天的时间才彻底平息这场灾难。而在背后操纵枪手们的带头大哥，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是谁，但偏偏相信，不管这个人是谁，他和历史上那些恐怖袭击策划者们一样，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那就是恶魔。偏偏真心希望这个世界能少一些恶魔般的极端主义，人类彼此之间不该有这么大的仇恨，不该如此水火不容。更何况无辜平民的流血与伤亡换来的只有眼泪和绝望，他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反而会让答案迷失在盲目的怒火中。最后再次向泰姬玛哈酒店的英雄们致敬，你们用自己的生命护卫了孟买，愿世界和平。拜了个拜。